大家好，我是阿哲，欢迎来到阿哲的频道。今天呢，阿哲会讲一下有关于美股当前的市场技术面的研判因为关于经济数据呢，近来改变不多，我们上次也讲了经济数据方面的一个分析，所以今天主要讲一下美股当前市场中期以及短线方面它的一个研判方式技术面的研判。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讲一下热门个股的标的分析一些近期呢消息面有异动一些技术面有异动的个股。我们往下看，在上期的一个课程当中，阿哲本周周一的课程当中，我们讲到了查尔斯 H 道氏理论的第6条唯有明显的信号才能判定即有趋势的结束。也就是说，一个趋势我们一般讲趋势呢，可能更多是立足于中长线来判定，比如说美股是不是长时间都处于上涨。好，那么长时间处于上涨的市场，它会不会因为近期的这些回调下跌，短期发生的这种暴跌行为，而导致整个美股市场它可能后续就不涨了，可能就会影响到它的趋势呢？并不会，因为道氏理论告诉我们市场当中唯有明确的反转信号出现，才能够代表当前的趋势结束，我们才能够判定呢美股市场后续可能会走熊，而不会一直持续的上涨。来，绿带呢代表多头，红带代表空头，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是一个市场纳斯达克指数的周线图表周线图表。好，周线图表上告诉我们，如果趋势处于红带就是空头，那么大概率呢走的是一个熊美股大概率会在此处走熊。那如果周线上纳斯达克指数的飘带它的这一个趋势类指标，它显示的是绿色，说明它在周线上显示趋势向好，那么美股大概率中线甚至中长线会走一个牛市。而很明显的是，我们在上期课程当中给大家就讲过了，市场在目前的位置虽然可能经历了日线上快速的下跌、急跌、暴跌，但是很明显周线上的趋势依旧还是绿带，依旧没有产生由绿转红的现象。所以在此之前，我们依旧对美股是抱有走牛，继续走牛，后续会继续上涨，目前只是调整的这种方向去观察市场。那我们上次也说了，在这种牛市行情下根据道氏理论当中告诉我们的，唯有明显信号才能判定即有趋势的结束。也就是说，当前的趋势它不会轻易结束。我们在不会轻易结束的趋势下，每次的下跌你应该想的是机会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去把握机会。在上期的课程当中，周一我们讲的内部课是不是讲过，如果飘带处于绿色，只要它敢跌到飘带是吧，它敢跌到我们的绿色飘带，代表它将会受到周线上中线、中长线的一个支撑，而这种支撑附近只要收一根阳线不管是真阳假阳，只要出现一根阳线止跌的 K 线，它将意味着此处大概率会出现的是一个机会我们看到之前，只要它是一个绿带回到绿带内收一根阳线，代表周线上将会产生机会这个机会可能是反弹，也有可能是反转，这要看具体的一个当下的分析。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只要跌到绿带内，那么出现了止跌阳线，那么它会有一个行情出现，多头将会有行情出现。只要跌到绿带出现收阳止跌再次站上绿带呢是更好的如果不能站上绿带呢，说明可能只是反弹。能站上绿带的话呢，行情会更大，是吧？能站上绿带，行情会更大。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先要关注的就是这一个绿带它的下沿能不能够在本周站得住如果可以站得住，那么后续呢周线上的行情至少能有一波反弹，是吧？短线上的利润那就更大了，周线能够走出一根周阳线，是不是短线上就更加不成问题了，获利方面。好，那么这一周如果能收阳，我们后续周线会看好。如果这一周不止收阳，还能站回绿带之内，那么效果会更佳。那么这里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周线上的这一个绿带。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周线上的绿带，它的数据，它的一个下沿是多少？目前所看到的多头是它的一个上沿，大家注意了，目前看到的多头是它的一个上沿17516.87，你说本周能达到吗？很困难是吧？不太的现实。好，那么空头呢？16924.316924.3是吧？它的周线现在是多少呢？现在是17025.88，说明什么呀？说明当下的纳斯达克指数其实它已经涨上去了，但是周线的收盘还不行。昨天它只是周二，日线上只走了2根 K 线，你也不知道后面会跌回来，是吧？如果跌回来，那么依旧不算这是周线上的研判，它得站稳这一之上，我们才能够判定，这个位置它行情会出现延续反弹这是我们所说的上期视频的观点。我们现在讲的是美股当下市场短线的研判技巧就是短线怎么看。前面我们讲了中线、中长线怎么看，现在讲一下短线。好，那么短线的市场如果下跌因为现在的市场处于下跌，阿哲呢主要就以下跌为例子来给大家去讲。如果市场处于下跌，价格和价格之间的运动它大概率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情况呢？它应该处于一种高点在降低低点在降低正常呢收盘价也应该是降低的，就是它的大部分价格都会往下行走这叫做一个下跌走势的形成和延续它的价格应该是这么走的，低点降低，高点降低，是吧？如果收盘价降低呢，效果就更好，这种叫正常的下行趋势下的价格表现，短线上的表现。那么如果突然有那么一天市场当中它不只出现了高点降低、低点降低、收盘降低，它还出现了大幅的向下的跳空，比如说这种缺口的形成，那阿哲请问大家，这种动作的出现，它肯定不是正常的表现我们说正常的表现应该是像前面这样的。好，这种非正常的价格表现，它代表当前的价格是往下跌走势上在加速运行呢，还是在减速运行呢？大家想想比如说你现在在开一辆车，是吧？你要往北开，你要往某个方向开，那请问当前的价格就是往下在开这辆车，那突然出现了图表中的这种缺口，它代表目前这一个价格这一辆车它是在加速呢还是减速呢？是不是正常来说它应该是在加速呀？它是不是应该在加速昨天的价格和今天的价格它完全就没有重叠的地方，我们叫做缺口。好，这种缺口出现代表这一辆车它加了油门，它在加速后续呢是不是除了出现我们昨天所说的末日缺口之后它大概率是加速的一个意图，知道我们说意图，它不是一定会往下加速下跌，但是它有这个意图，它的意图就是它在加速它给了一把油门，它往下冲了一下这种叫加速。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价格和价格之间2天之内的价格它相差越多，它偏离越多，它之间重合的部分越少的时候，代表它这种加速的意图将会越深，将会越明显。而最明显的加速动作就是2天的价格完全没有重合，这种叫做缺口，也代表了一种方向性的加速。好，那么如果出现价格层面上是这样的呢？前期走势正常，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降低，是吧？收盘降低，好，一直这么走，这种叫趋势正常的运行，正常的力度，它没有发生任何的异常，它是正常的下跌趋势，它就本应该如此。那么突然之间出现了那么一根 K 线，这根 K 线它和前面这一个是不一样的呀。那你思考一下，这种 K 线它代表的是加速还是减速呢？刚才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如果某一天的价格和昨天的价格，它们之间的价格区间，它们不重合的地方越多，代表它在当天加速往下的意愿越强。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的是，如果当某一天的价格和前一天的价格它们之间重合了，这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减速的动作，其中的逻辑是下跌的市场本应该价格继续下行它应该每天或者说大部分情况下应该都有更低的价格空间，但你发现某一天它的价格居然完全跟昨天是重合的这代表投资者在当天他其实已经茫然了，他不知道是否会有更低的价格，他只能在昨天的价格区间内去进行徘徊，它代表的是一种下跌当中减速的动作。大家注意了，我讲的是减速而不是止跌，也不是反转，阿哲讲的是减速。所以当市场出现完全不重合的两个价格两个区间，它叫加速。如果市场出现了2天的价格有大量的重合，就说明市场减速，投资者陷入了方向的选择。目前的市场有这种方向性的走势，当出现了一根 K 线，而第二天的价格和前一天的价格它有紧密的重合，它们之间的价格有比较明显的重合，并且它处于下跌的阶段有投资者在这2天之间出现了徘徊，大部分的投资者在这2天有所茫然，他不知道市场的走势是如何，他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才是正确的，所以从前期比较凌厉的下跌，每天高点降低，低点降低，出现了进来的这种情况。大家看到这里，市场呢如果处于上涨，它应该是低点抬高，高点抬高，是吧？一直保持上涨，正常短线的结构就应该是这么走的。你会发现是不是在之前的反弹当中，它也确实一直都是这么去运行的直到某一天出现了一根实体较大的阴线，而后第二天呢出现一根实体较小的 K 线。那请问这2天它算不算是严格的我们所说严格的一个包线？最近的2天和这2天是不是很相关很相似？这是价格层面告诉我们，当市场在短线运行时，它出现的选择性方向的停顿。本来市场在涨着得好好的出现了一个减速动作，就好像你在往某个方向开车，开着踩了一脚刹车市场在某个方向开车开着踩了一脚刹车。好，那么刹车呢，它有可能在过减速带，后面的方向可能会继续延续，它有可能呢是想起来可能走错了，要调转方向，要拐头，是吧？它有这2种可能，所以它只能代表减速，而不能代表反转，也不能代表反弹。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后续的方向呢？价格重叠的部分作为一个关注的对象。好，这个关注的方向呢，一旦后续的价格运行在它之下那我们认为它更加容易选择的方向呢是向下的短线方面那么当然呢，在前面这根大阴线的位置，一般大阴线它肯定是有一些关键价格的，它的高点和低点，所以如果它在跌破了包含的 K 线之后，它还能够比较容易的跌破大阴线的低点或者说高点，那往往说明方向选择就大概率或者说有8-9成的把握，你能够判定是往下了，是吧？跌破了包线的低点，我们认为你有6-7成的把握它会往下走，而如果跌破了它前面这一天更大的阴线的低点，那你可以更多的把握8成以上它会往下走，是吧？那好，我们目前看到的价格走势，昨天的纳斯达克指数短线上，大家目前告诉阿哲，它是往上走的概率更大呢，还是往下走的概率更大呢？是不是目前它的动作在做什么呢？它在往上突破，是吧？突破了昨天的高点，那我们说明包线的高点一旦被突破，是不是跟前面高点被跌破是一样的性质，有想要拐头向上的一个意图。好，所以在这里呢，6成的几率这里会拐头向上前面的下跌到这里减速，有6成的几率这里会往上走。那你说能不能有更高的把握
80%的几率呢需要突破前面大阴的高点。一旦市场能够往上运行，再次突破前面大阴的高点，那么将会告诉你，这里有80%的几率，它就是一个反转的开始啊，反转的开始。那我们看到前面市场的这个高点啊，看到前面市场的这个高点，是不是这里也有一根大阴线啊？这里也有一根大阴线。其实大阴线之后啊，它的价格不选择方向的话呢，就依旧还算是一个减速的动作。来，因为你看大阴线之后的价格是不是后面3天都在这根大阴线之内啊？其实都算是减速啊，都算是减速。好，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它并没有突破包线的高点，那就更不要说突破前面大阴的高点了，是吧？在减速之后没有往上突破啊，突破不了，而反而是直接跳空。它不止跌破了包线的低点，而且还跌破了大阴线的低点，那么说明这个位置方向选择性是不是大概率是往下走的，是不是？你会发现后续这里形成了一个反转的高点，那么你就会发现这种 K 线的减速的动作是不是很有效？它在这里出现了，导致前面的上涨在这里拐头向下啊，在这里出现。是不是也是上涨途中明明涨得好好的，突然拐头向下？它很多时候可以用在短线加速行情，短线的一个单边上涨行情，你用这一个减速的 K 线，你可以发现到它拐头的迹象啊，所以这里呢拐头向下，是吧？这里呢拐头向下，那这里会不会拐头向上呢？你就要看一下它能不能突破，保持突破包线的高点，保持突破前面大阴的高点。如果保持突破，那么短线这里将会开始形成一个反转向上，拐头向上啊，你会看到其实偶尔中途也会出现，只是呢不太标准。你看到这里，它的一个实体是不是在昨天的实体之内啊，并没有出现收盘看涨啊，收盘抬高并没有。那这里是不是也能算是一个包线，只是不太标准，但是它后续选择向下。是不是也告诉你方向在这里继续选择啊，并且还有跳空缺口出现，包线之后出现跳空缺口，那么更能够告诉你它方向性的选择啊，因为它是先减速了再加速，减速之后再加速啊，你先踩了减速，再往某个方向再踩一下加速，你说你选择是哪边？是不是减速之后的加速，减速之后的加速，它更容易是方向性的选择。用这些技巧来看一下当下的一些热门个股。特斯拉的话呢，近期表现是很强劲的，短线上呢，在科技股方面是很少有能够跟它比拼的。特斯拉最近是获得了买入评级啊，德意志银行分析师呢将它作为多领域技术平台引领者，大家注意了啊，是技术平台引领者，不是单纯的卖汽车的啊。也同时呢，也预测特斯拉在2030年将交付400万的汽车400万辆的汽车，它的企业价值营收之比目前是8倍，和苹果公司相当这是近期特斯拉方面的消息面的异动。我们来技术面上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阿哲之前一直有提到，自从前面的一波上涨之后一波加速的上涨之后，市场的走势是不是一直不太好？哪怕之前反弹表现其实也一般它呢属于较晚于市场反弹的，反弹力度还弱于市场的。好，那么我们看到市场中的走势，下方的资金跟庄神龙，我们已经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了，成交量是侧面反映市场的活跃程度，而真正的影响股价涨跌的资金量呢，一般不是成交量，而是真实的主力资金量。下方的跟庄神龙，我们看到前面市场大涨的时候是资金潜伏到资金的逐渐抬高，而市场下跌呢是资金提前于价格的流出，是吧？而下方的套牢筹码近期是比较多的，但是经过了一波反弹回调再次上涨，目前它的套牢盘是比较少的，说明如果市场在这里因为某些消息面的影响，那么它的上涨其实会比之前低位的反弹更加快速，更加轻便，因为它的套牢盘抛盘现在是不多的。好，下方的主力资金呢刚过 50%， 50%是什么水平之前
特斯拉在前面这一波刚启动的时候，也就是刚过50%，是吧？刚过50%，过50%，不是25啊，过25%。好，所以这里呢其实是有资金流进，只是还不多，还没达到50%以上。有50%以上或接近50%的时候呢，它才更容易出现市场的加速行为这个位置，大家看到这里，这一根 K 线是不是特斯拉加速的开始这个有点画得乱了。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这一根 K 线，这根 K 线是市场的加速开始，成交量有变化吗？成交量这一天是不是没有变化？但是下方的主力资金呢过了25%结合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呀，大家的炒作情绪所以过了50%之后呢，它才更容易在主力控盘下去进行上涨。而现在刚过25%刚过25%，最近的这1、2、3、4、5这5个 K 线里面有没有包线？如果有的话，回复一下哪2根是包线看到图中，目前特斯拉走势最近5根 K 线里面有哪2根是包线？哪2根是包线？看到这里，哪2根是包线？1、2、3、4、5，哪2根是包线？是不是我们看到的3是一根大阴线，4是10日星，所以3和4之间它的价格是完全的有重合，是吧？没有问题。所以3和4，2和3肯定不是2和3就反包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近期的行情，放大一下，近期的行情走势是不是有一根大阴线？中间呢有一根10日星，那么它就是包线了这种叫包线包线的位置在这里迟到的同学这个包线你就认错了，这不是包，前面这里不是包线后面这2根才是包线，1和2的所有价格被1的价格完全包裹，这种叫包线，叫方向性的选择。而目前的价格走势告诉阿哲，后续的特斯拉大概率选择的是上呢还是下呢到这里昨天特斯拉收盘了它告诉我们它大概率选择的是上呢还是下呢？是不是走到现在你有60%的把握结合一些消息面方面可能把握更多，它是不是应该往上走因为它突破了嘛所以呢这一天它构成了一个短线的交易机会就是特斯拉这一天因为包线因为这个短线结构它可以构成一个交易的机会。而下方的资金呢目前是一个黄色资金为主，黄色资金代表的是短线游资短线资金，以短线炒作为目的的不会价差的资金为黄色资金。好，黄色资金为主，主力呢略微胜过一筹主力比较多，绿色比较少，那么这是一个短线比较好的资金架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特斯拉将给到一个短线的机会。我们以周一的高点作为你的防守位，它只要后面不跌不往下跌漏那么基本上后续呢大概率我们依旧是短线看涨的。当然了，如果你的一个策略你能够忍受更多的止损，更多的损失，你也可以把10日星的低点作为反手，因为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减速的 K 线，减速 K 线它只要不往下击穿，其实我们认为方向性后续它还是会向上的，只是如果能够突破前面阴线的高点这个方向性更加能够确定确实是往上不然的话呢它还有可能会震荡是吧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235这个关口，它如果也能够快速的突破，那么特斯拉就完全短线交易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关于我们第一个特斯拉消息面异动或者说评级方面的异动之后它的技术面的表现。